乌克兰空袭顿涅茨克指挥中心，反击苏梅边境俄军偷袭。乌克兰大规模进攻克里米亚，俄军机场遭遇猛烈袭击。乌军重夺恰西夫亚尔，托列茨克俄军或被乌军包围。乌克兰空军精准打击赫尔松指挥部，成功摧毁俄军雷达系统。乌军重夺库拉霍沃的乌斯佩尼夫卡，重创俄军弹药库。乌军空袭击中库尔斯克控制中心，罗斯托夫油站停运。乌克兰加强防空力量，扩充 IRIS-T 防空系统。意大利提议北约集体防卫条款扩展至乌克兰，全球关注。大家好，欢迎收看新冷战情室，我是雨桐，请大家先为我们的节目点赞留言，谢谢大家。在俄军发动空袭后不久，乌克兰也对俄罗斯境内展开了攻击。最新的消息指出，乌克兰军队最近对俄罗斯布良斯克地区的后勤工厂发动了猛烈攻击。根据开源情报防御者的报道，当地时间3月8日的夜晚，乌克兰部队利用无人机群对布良斯克的斯塔罗杜布地区进行打击，现场的轰鸣声此起彼伏。俄军的防空火力与乌军的攻击交织成一片，持续了超过1个小时。从现场流出的影像可以看到，乌克兰的攻击目标是一家重要的后勤工厂。该工厂长期以来为俄罗斯前线部队提供干粮等物资补给，然而这一次它却成了乌克兰无人机群的攻击对象。视频中，工厂已被猛烈的火焰吞噬，火势迅速蔓延，周围的建筑物也未能幸免，浓烟弥漫，现场情形十分紧张。目前俄方尚未对事件做出正式回应，更多的战场数据还需要等待后续的披露。但从火势的规模来看，显然已有大量的后勤物资被摧毁。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这已经是乌克兰半个月内对布良斯克发动的第3次攻击。在2月底，乌军曾对布良斯克发动猛烈攻势，甚至突破了俄军防线，进入俄罗斯境内。乌克兰第12旅一度深入布良斯克的谢佩特列夫斯基森林区，成功破坏了俄军的防御设施和据点。与此同时，在顿涅茨克前线还对一个俄军据点进行了空袭。在波克罗夫斯克方向，乌军地面部队正在进行反攻，空中打击造成了俄军控制区爆炸起火。流出的影像显示，俄军的该据点已被成功摧毁。乌克兰首次派出法国援助的幻影战斗机参战，引发了外界的广泛关注。根据最新消息，乌军的幻影战机不仅成功拦截了俄军的巡航导弹，还在空中展现了强大的战斗力。图片报报道称，当地时间3月8日夜间，俄罗斯发动了大规模空袭。俄军在攻击中出动了超过194架无人机和67枚导弹，试图突破乌克兰的防线。乌克兰的防空部队立刻展开反击。经过1夜的激烈空战，乌军成功击落了100多架无人机，部分无人机由于电子干扰偏离航道，最终坠落在空旷区域。此外，乌军还拦截了34枚导弹。更为引人注目的是，乌克兰空军首次使用法国提供的幻影2000战机和 F-16 一起并肩作战，成功拦截了俄军的导弹。这也是幻影2000首次参与实战，标志着乌克兰空军战斗力的提升。这些幻影2000战机刚刚1个月前才由法国交付给乌克兰，飞行员对其操作的熟练度已经大幅提高。据报道，幻影战机在战斗中表现出色，不仅协同 F-16 拦截了俄军导弹，还成功击落了俄军的 KH-101 巡航导弹。现场画面显示，战机高速飞行，精准拦截导弹的瞬间，爆炸产生的火光映照出黎明的曙光，震撼人心。虽然乌军取得了一些战果，但战争的阴影依然笼罩着乌克兰。
尽管空中防御战斗激烈，但仍有俄军的导弹和无人机击中乌克兰的重要基础设施，造成了一定的破坏。敖德萨和哈尔科夫等地爆发了大规模火灾，民众不得不带着孩子前往防空洞避难，这已经成为他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近期，乌克兰军队对俄罗斯前线指挥系统发起了连续不断的精准打击行动，展现出越来越强的作战能力和决心。当地时间3月7日，乌克兰空军对俄罗斯驻顿涅茨克的指挥部进行了空袭。这一行动发生在斯维特洛达尔斯克一带，乌军派出了苏27战斗机，目标直指俄军指挥中心。根据诺尔报告的报道，乌克兰空军在精准侦察后发射了3枚导弹，直接击中了俄罗斯指挥部。空袭的瞬间，画面显示出巨大的爆炸声、火光以及浓烟。俄军指挥部一度被厚重的烟雾笼罩。从现场曝光的视频来看，俄罗斯指挥部隐藏在一片普通建筑群内，外观并不显眼，表明乌克兰方面对这一目标进行了周密的侦查与情报收集。只有在准确掌握了指挥部的具体坐标后，乌军才动用了战机进行打击。这一行动的成功再一次证明了乌克兰空军的精准打击能力与战术成熟。这次袭击并非孤立事件，就在空袭顿涅茨克指挥部的前一天，乌军也在赫尔松的指挥部展开了猛烈空袭。当时乌克兰同样派出了空军，猛攻俄罗斯的摩托车冲锋队，击中了其第17团的驻地。此外，乌军在加利尼纳一带的成功打击，也摧毁了俄罗斯第98空降师的指挥中心。每一次精准的空袭都为乌克兰军队争取到了更多的战略主动权，也有效削弱了俄罗斯军队的指挥调度能力。从这些连续的打击行动来看，乌克兰空军在短短时间内已经显著提高了其作战效率和作战频率。乌克兰飞行员的技术也愈发精湛，能够在复杂的战场环境中实现高效的定点打击。这种高频率的精准打击无疑为乌克兰军队提供了强大的战场优势。与此同时，在另一边的前线，俄军试图越境攻击乌克兰的苏梅地区。然而，这一企图很快被乌克兰的边防警卫察觉，乌军迅速动用无人机和火炮将俄军小队击退，成功守住了这一战略要地。随着战争的不断升级，双方的军事行动愈加激烈，乌克兰必须保持更加积极的作战态势，确保赢得国际社会的支持和持续的军事援助。预计接下来的战局将更加复杂且充满变数。时隔半个多月，乌克兰再度向克里米亚发动了规模空前的大规模空袭，波澜再起。根据开源情报防御者报道，当地时间3月7日夜间，乌军发射了成群的无人机，目标直指克里米亚及乌东的俄战区。当地居民反映，克里米亚多个地区回荡着连续不断的爆炸声，爆炸的核心区域集中在西部的萨基地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俄军的贝尔贝克和诺夫多里布卡机场附近也响起了震耳欲聋的巨响。尽管俄军防空系统急忙启动，与无人机展开了激烈对抗，但火光依然在机场四周蔓延，显示出这次袭击造成的严重破坏。这一事件也是自2月中旬以来，乌克兰对克里米亚的最大规模空袭，远超此前对克里米亚军事设施的风暴阴影巡航导弹打击。尽管目前俄方尚未公开回应，但从爆炸的规模和损毁情况来看，此次袭击的破坏性显然不可小觑。与此同时，在库尔斯克战区，乌军空袭了俄罗斯第177海军步兵团的据点，现场画面显示，该据点浓烟四起，熊熊大火蔓延。乌军的这一最新行动不仅展示了其作战能力，也让外界进一步感受到冲突的烈度。另一方面，俄军则回击了乌克兰的能源基础设施，通过导弹和无人机的打击，位于哈尔科夫至伊万诺州一带的能源设施遭受重创，导致大规模停电。
近期，乌克兰部队在顿涅茨克地区展开了一系列迅猛反攻，其中恰西夫亚尔成为了关键战场。消息称，乌军成功收复了恰西夫亚尔的市中心区域，局势发生了重要转折。根据图片报的报道，乌军近期在顿涅茨克多个地区积极进攻，特别是恰西夫亚尔一带成为焦点。俄军曾出动超过25台装甲装备，试图对乌军控制区发动大规模进攻。然而，在激烈的对抗中，俄军损失了16辆坦克和装甲车，不得不撤回防守位置。随后，乌军迅速反击并突破了俄军防线。截至目前，乌军已成功挺进恰西夫亚尔市中心。与此同时，战场数据显示，俄军在过去11个月对恰西夫亚尔的攻势中损失惨重，超过35000人死亡。如今，乌军的反攻势头愈发强劲，预计战斗将进一步升级，竞争激烈。不仅仅是恰西夫亚尔，乌军在托列茨克和波克罗夫斯克的战线也在不断取得进展。俄媒报道称，托列茨克的俄军部队面临被包围的危险，而波克罗夫斯克的战斗则见证了乌克兰逐渐夺回失地，并重新控制了多个定居点。尽管俄方尚未对乌军的反攻做出正式回应，相关战场信息仍在进一步确认，但可以看出，乌克兰的反攻已不再是局部性的突袭，而是一场全方位、系统化的军事行动。从托列茨克到波克罗夫斯克，再到恰西夫亚尔，乌军的进攻持续而强劲，展现出一种连贯的攻势。这一波反攻的背后，与近期国际局势的变化密切相关。欧洲国家的援助力度不断加大，成为乌军背后重要的支持力量。特别是挪威宣布将对乌克兰的援助增加至原来的2倍，预计2025年援助金额将达到80亿美元。不仅如此，挪威还准备动用其1.7万亿美元的主权财富基金，为乌克兰提供更多支持。显然，只要拿出这基金的一部分，对乌克兰来说也是极大的帮助。接下来的局势将更加扑朔迷离，战斗的烈度和国际援助的变化都将成为影响战局的关键因素。随着局势持续升温，乌克兰军队在南部赫尔松地区的攻势愈加猛烈，最新的行动令战场气氛愈加紧张。3月5日，乌军展开了一次精准的空袭，目标直指俄罗斯在赫尔松的指挥中心。据 RBC 新闻报道，乌克兰总参谋部确认，乌空军在此次行动中成功打击了俄罗斯第70摩托化步兵师的指挥部，这一地点是第17战车团的驻地。经过细致的侦查，乌军锁定了敌方指挥部的位置，随后发起了一波猛烈的空袭。现场视频显示，俄军指挥中心瞬间被火光吞噬，爆炸声震耳欲聋，赫尔松上空充斥着浓烟与火光，爆炸的余波让整个战区陷入震动。俄军尚未对这一打击做出回应，损失情况正在进一步统计中。赫尔松地区的战斗已持续升级，尤其是过去半个月，乌克兰军队接连对俄军指挥系统发起了至少3次精确打击。2月底，乌军曾重创赫尔松伊万尼夫卡一带，摧毁了俄军第14军的一个重要指挥部。而仅仅2天前，乌军再次对赫尔松的俄军训练基地发动空袭，并使用了高烈度的集束弹药，造成巨大破坏。与此同时，在顿巴斯战场，乌克兰炮兵也毫不手软，成功摧毁了俄罗斯的一套重要雷达系统。通过海马斯导弹的精准打击，乌军成功打击了位于俄军控制区的开斯塔雷达，画面中清晰显示，雷达系统在猛烈的爆炸中彻底毁坏。赫尔松地区的战局正在持续升温，乌克兰在对俄军的精确打击中展现出了强大的作战能力，未来的局势如何发展，依然是全球瞩目的焦点。在顿涅茨克战区，乌克兰军队成功发动反攻，收复了库拉霍沃的乌斯佩尼夫卡一带，并且在哈尔科夫战线取得了新的战果，击毁了一个俄军弹药库。开源情报防御者报道，当地时间3月5日前后，乌克兰在库拉霍沃的南部展开攻势，
目标直指乌斯佩尼布卡方向。此役，乌军动用了近1个旅的兵力，乌军通过2翼包抄的战术，成功突破了俄军防线，最终收复了该区域。尽管一些俄罗斯媒体已经报道称乌克兰完全控制了乌斯佩尼布卡，但此消息仍在进一步核实中。库拉霍沃一直是乌军防线最为紧张的区域之一。此前，俄军多次发动进攻，甚至在2月底派遣重型装备进行机械化进攻。然而，最终在乌军的强烈反击下，俄军损失惨重，被迫撤退。此后，乌军乘胜追击，控制了泽列尼夫卡一带，进一步削弱了俄军在该地区的控制力。随着乌军在库拉霍沃西南方向的反击，俄军的战力逐渐显现出疲态。接下来，乌军在托列茨克等地的推进，更是为库拉霍沃战事提供了重要支援，为乌克兰军队进一步压制俄军创造了有利条件。外界普遍认为，乌克兰在该区域的持续行动将对俄军构成更大压力。与此同时，在哈尔科夫战线，乌克兰军队再次展现出强大的打击能力。乌军利用无人机精确侦察到俄军在沃夫昌斯克外的一个野战弹药库，并迅速投掷炸弹，成功引燃了仓库。现场视频显示，俄军军火库内的弹药猛烈爆炸，浓烟滚滚，巨响不断，爆炸的余波甚至传到了哈尔科夫上空。这一打击不仅摧毁了俄军的大量军事资源，还对其士气造成了沈重打击。不过，俄军并未止步于此。最新消息称，俄军对乌克兰第3大城市敖德萨展开了空袭，针对其基础能源设施实施了打击。这已是2周内，俄军对敖德萨的第4次空袭，造成了不小的基础设施损失。库尔斯克战事持续升温，乌克兰军队持续加强空中打击，对俄军地面目标进行精准打击。最新消息称，乌克兰413营在3月5日成功击中了库尔斯克的一个俄军控制中心。据诺尔报告报道，乌军第413营的 OBBS 里德部队在空中侦察时发现了该控制中心以及一个俄军步兵聚集点，随即将这些目标的坐标传送给炮兵部队。之后 ，OBBS 队员利用 FPV 无人机从空中展开攻击，而乌克兰炮兵随后使用155毫米集束弹药进行精准打击。现场画面显示，俄军控制系统在袭击后起火爆炸，步兵聚集点也遭到了集束弹片的猛烈打击。通过空中和地面联合打击，乌克兰成功摧毁了这一控制中心。乌军此类联合打击战术近期频繁应用，效果显著。同样在库尔斯克，乌克兰第413营还以类似方式摧毁了俄军的 TOM-2 防空系统。此外，乌克兰对罗斯托夫能源基地的攻击也引起了广泛关注。3月3日左右，乌军空袭了切尔特科沃地区的油站并破坏了输油管道。根据卫星数据，袭击导致燃油泄漏并引发大规模火灾，俄军油站也因此停止了运营。与此同时，俄军对乌克兰第聂伯地区的空袭加剧。最近的报道称，俄军导弹击中了克里沃罗格的一家酒店，造成至少4人死亡，30余人受伤。值得注意的是，袭击发生时，来自美国等国的人道主义志愿者刚刚抵达该地区。俄方目前尚未就此发表评论，损失情况仍在进一步核实。尽管俄军加大了对第聂伯地区的攻势，企图在未来可能的和谈中占据优势，但目前仍未取得重大突破。国际社会对这一局势持续关注。乌克兰与俄罗斯的战争已进入第3个年头，在此期间，乌克兰不断依赖来自全球的援助来保持其防卫能力。而最新的消息更是让人眼前一亮，乌克兰国防部长乌梅洛夫日前宣布，乌克兰已与德国迪尔防务公司签署了一项重要的合作备忘录，以增强其防空力量，尤其是 IRIS-T 防空飞弹系统的供应。乌梅洛夫在脸书等个人社群平台表示，这份合作备忘录将使乌克兰的 IRIS-T 防空飞弹系统供应量增加3倍。想象一下，增加3倍的防空系统将意味着什么？
不仅仅是数量的增加，更重要的是防空能力的大幅提升。尤其是在如今这个高强度的冲突局势下，任何一点防空提升都可能成为战争中的转折点。IRIS-T 系统本身就是一款高效的防空系统，它的射程从短程12公里到中程40公里不等，能有效拦截敌军飞行器、巡航导弹，甚至无人机。那么，乌克兰为何如此看重这一系统呢？试想一下，面对俄罗斯的空中威胁，乌克兰需要强大的防空屏障来保护自己的领土和民众，而 IRIS-T 正好提供了这样的解决方案。更重要的是，这套系统的拦截率非常高，意味着敌方空袭的成功率会大大下降。虽然乌梅洛夫没有透露具体的供应量数据，但根据他说的内容，这份合作备忘录将使得防空飞弹系统的供应量增加3倍。这是否意味着之前交付的部分将会被补充，或者是未来还将有更多的装备和弹药交付？这无疑引发了外界的猜测和期待。对于乌克兰来说，这不仅仅是增加军备，更是信心的提升，是对战斗力的一次重要增强。不仅如此，乌梅洛夫还特别提到，乌克兰将积极推动本国的国防工业。这意味着，除了外部援助，乌克兰自己也在加紧自主研发和生产防空武器，进一步增强国家的防卫能力。那么，乌克兰是否会在不久的将来成为一个拥有强大国防工业的国家呢？这对整个国际局势将产生怎样的影响？亲爱的观众们，您认为这次与德国的合作将对乌克兰的战局产生什么样的深远影响？是否能帮助乌克兰更好地应对空中威胁？我们很想听听您对此的看法。总的来说，乌克兰与德国的合作不仅仅是对目前防空能力的加强，更加坚实的防御力量。最近在布鲁塞尔举行的欧盟峰会上，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发表了重要讲话，向媒体阐述了意大利对乌克兰局势的立场。他提到，意大利支持将北约集体防卫条约第5条的适用范围扩大到乌克兰，但不加入北约。这一点引发了不少讨论，不知道你们对此怎么看呢？梅洛尼在他的讲话中明确表示，乌克兰的和平是当今国际社会面临的关键问题，而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必须提供更为明确和坚定的安全保障。他指出，这种保障应完全建立在北约的框架内。与此同时，梅洛尼还提出了一个更有争议的观点，他批评了由欧盟或英国军队派遣维和部队的可能性，并称这将是最困难、最不有效的解决方案。最重要的是，梅洛尼还明确表示，意大利的武装部队不会参与此类行动。他将目光转向了一个相对较新的提议，为乌克兰提供一个安全保护伞，即借助北约的保护，但这并不意味着乌克兰会加入北约。想象一下，如果乌克兰能够享有北约的安全保障，而又不成为正式成员国，这样的安排是否能满足乌克兰的需求？事实上，梅洛尼在国际平台上积极推动这一想法，并已经引起了广泛的关注。虽然这一构想没有明确的实施时间表，但它无疑引发了国际社会对北约和乌克兰未来关系的进一步讨论。最后，我们来回顾一下北约宪章第5条的核心内容，它是北约集体防卫的基本原则，规定对一个或多个北约成员国的攻击将被视为对所有成员国的攻击。那么，如果乌克兰获得了北约的保护伞，是否意味着北约会为乌克兰提供与成员国相同的集体防卫承诺？这是一个复杂且重要的问题，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们的看法。好的，感谢您一口气看到最后了，这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和支持。要看最全面、最及时准确的战场热点报道更新，就请每日锁定新冷战情势。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也请您点赞、留言、订阅，把视频分享出去，让更多的人看到这个节目。想要赞助我们的朋友，可以打开超级感谢打赏赞助，帮助我们能持续做出更多好节目。谢谢大家。